老婆为了成为首富夫人，设计绑架了季伯达的老婆，让我把她整容成季太太的样子，冒充首富夫人。我长得不比她差，凭什么她能当首富夫人，我却只能嫁给你这个草包？我赶紧劝解。季伯达是出了名的火焰王，手段残暴又爱妻如命，一旦事情败露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再说了，你是我老婆，让我把你送给别的男人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老婆表面听了劝，却在当晚趁我熟睡时，用刀将我活活砍死。你这死废物，不想给我整容，不就是怕我过得好吗？我做不成首富夫人，你也别想活。在睁眼，我回到了老婆要我帮她整容这天。装逼烦，我绑架了季伯达的老婆，你赶紧把我整容成她的样子，我要顶替她成为季太太。这一世，面对柳如烟的请求，我毫不犹豫就同意了，并在我工作的整形医院给柳如烟安排了手术。准备手术期间，电视上正全频道播报季太太失踪的新闻，季伯达忧愤交加，发布千万悬赏令寻找季太太的同时，还放出狠话：谁要敢动我妻子一根毫毛，我就让他生不如死。这件事轰动全城，一时间，所有人都在寻找季太太。现在所有人都在找季太太，你不怕她被人找到后揭发你吗？柳如烟不屑一笑，自信道：放心吧，她永远不可能揭发我。听到这话，我微微一颤。看来季太太是凶多吉少了，没想到柳如烟为了攀附豪门，竟然这么丧心病狂。发什么呆呢？赶紧开始手术啊！等我变成了季太太，就少你个保镖当当，能给首富夫人当保镖，你也算是光宗耀祖了。不再犹豫，迅速给他打了麻醉，开始操刀。我的好老婆，既然你非要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手术结束后，我跟柳如烟一起回了家。一进门，岳母就惊叹道：太像了，太像了！我就知道我家如烟天生就是当富太太的命。岳父眼冒金光，激动的合不上嘴。如烟，等会我们就打电话给季伯达说找到了你，到时候你顶替顾太太，我们领1000万悬赏。看着岳父岳母那一脸贪婪的模样，我忍不住开口道：人家能当上首富，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。你们真以为整个容就能骗过他了？小心为了钱把命搭进去。岳母直接一巴扇在我脸上，凶狠道：你这死废物！我看你就是见不得如烟过得好，自己没本事就生怕我们享福是吧？你这辈子最大的作用就是给我女儿整了个容，不然嫁给你真不如嫁条狗。岳父也没好气的冷哼了一声：你这没出息的样，怎么配得上我女儿？1000万悬赏算什么？等我女儿坐稳了季太太的位子，以后整个季氏集团都是我们的。柳如烟也冷冷瞥了我一眼。人越没用嘴越贱，你自己没出息还想拖着我不放，我告诉你，我注定是要当富太太的，你这垃圾别想拖我后腿。说着，柳如烟直接跑到房间换了身衣服出来。不用说，这衣服肯定是她从季太太身上扒下来的。岳母看得眼睛发亮，换了身衣服果然就更不一样了，这神态，这气质，简直就是季太太本人啊！岳父也得意附和：要我说，顾太太不过是命好嫁了个有钱人罢了，咱们如烟可比她聪明多了。等如烟成功顶替季太太，季伯达只会更爱她。岳父岳母笑出了鹅叫声，仿佛柳如烟已经成为了首富夫人，而我只是一脸无语的摇头。这段时间，我每天都在观察季太太的社交账号，她的所有喜好习惯我都已经了如指掌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这世上唯一的季太太，你最好不要再对我有任何非分之想，我们已经是2个世界的人了，你以后永远高攀不起我。见如烟语气神态仿得有模有样，岳母更兴奋了。我们如烟就是聪明，学什么像什么，连声音都一模一样。岳父也附和道：没错，就你刚刚说话那劲，跟季太太完全没区别。他们底气十足，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了信心。季伯达可是商业之霸，又是出了名的宠妻狂魔，对季太太的神态举止必然了如指掌。就柳如烟这点小儿科伎俩，怎么可能瞒天过海？等会你们打悬赏电话，就说无意间看到我晕倒在路边，你们好心救下了我，把我带到了你们家，到时候我再好好感谢你们一下。季伯达的千万悬赏分分钟往你们怀里送。我的好女儿，你可真有本事，随便一出手就让我跟你爸成了千万富翁。柳如烟清了清嗓，趾高气扬道：从现在开始叫我季太太。好的，季太太，我们一家的富贵生活可就都仰仗您了。岳父酝酿情绪，拨通了悬赏令上的联系电话，按照他们商量好的话术，告诉了对方我家的地址。挂断了电话，就开始跟岳母畅想拿到赏金之后买什么样的别墅和豪车。我看着他们得意忘形的脸，心里一阵发寒。一旦被季伯达发现真相，以他超群的性格，下场必定惨不忍睹。上一世我已经无辜惨死了，这一世我绝不能再被他们牵连。趁他们不注意，我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还没到门口，岳父就拦在我身前。你想去哪儿？我们医院安排我出差，我得去赶飞机了。柳如烟冷冷地看着我，你不会是想出卖我吧？你这死废物，耽误了我女儿这么多年，还想坏我们好事！要是你敢把这事说出去，我第一个打死你！岳母还想对我动手，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柳如烟立刻换上一副柔弱表情。门一开，季伯达带着一群保镖出现在了门口。柳如烟立刻眼眶泛红，对着季伯达娇羞地喊了一声老公。季伯达盯着他，没动也没说话。见状，岳父赶紧上前笑道：季总，我们找到您太太时，她昏迷在了路边，我们担心她一个人会有危险，就把她带回了家。幸好我们看了新闻，不然我们都不知道原来她就是季太太。是啊，幸好我们在路边碰到了她，不然她一个人躺在路边，指不定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呢。季伯达目光幽深的在柳如烟身上凝视了好一会。你们确定她是我太太？错不了，我们对比了你的悬赏照片，简直一模一样。况且她昏迷的时候还一直叫你的名字呢。闻言，季伯达没再开口，只是抬起手轻轻一挥，紧接着他身后的保镖立刻抬上来一个担架。季伯达掀开白布，一具女尸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。那女尸浑身鲜血淋漓，显然生前遭受了非人的虐待。季伯达神色冷冽地盯着柳如烟，一字一顿：如果你是我太太，那她是谁？柳如烟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，心虚的差点站不稳脚。岳父第一个反应过来，强行辩解道：这就是一具尸体而已，跟季太太有什么关系呢？岳母也立即装傻充愣道：就是啊，季太太貌美如花，人尽皆知啊，这个尸体看上去吓死人了，怎么能跟季太太沾边？放肆！我们还能不认识自己的夫人吗？你们死到临头了，知道吗？季伯达却冷声道：住嘴！别在这大呼小叫，我夫人明明就站在眼前，你瞎认什么？保镖震惊又不解，
季伯达是出了名的精明又狠辣，岳父岳母他们的手段和演技拙劣的连保镖都能一眼看穿。他阅人无数，又爱妻如命，怎么会认不出自己的妻子？就在我不明所以时，季伯达满目柔情地看着柳如烟。如烟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还好你没事。柳如烟愣住了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立刻换上柔弱的表情。伯达，我可能是最近没休息好，身体太虚了，才晕倒在路边。幸好遇到了好心人。季伯达宠溺一笑，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，随后拿出一张黑卡递给岳父岳母。多谢两位救了我夫人，这卡里的1000万是给你们的谢礼。岳父岳母眼睛都直了，连忙点头哈腰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季总太客气了，把这尸体丢去乱葬岗，别脏了我夫人的眼。季伯达语气轻佻，眼神嫌弃，仿佛死的人真的与他无关。说完，他满眼心疼的带着柳如烟转身离开。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我莫名感觉浑身发冷。要是季伯达没找到季太太的尸体，被柳如烟他们忽悠到了，我还能理解。他特意带着季太太的尸体找上门，明显是已经调查清楚了一切。可为什么他还认下了柳如烟的身份？看来这首富也是人傻钱多，好骗啊！三言两语就把咱们女儿当成宝贝接走了。就是刚刚看他把那个尸体带进来，我还以为咱们要完蛋了，还好我演技精湛，反应快，2、3下就把他忽悠过去了。就季伯达这智商，我相信如烟肯定很快就能把季家的钱全部收入囊中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这一切肯定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。他们管家都能认出谁是真的季夫人，你们觉得季伯达真的能什么都不知道吗？闭嘴！你这废物，天天泼冷水，不就是不爽我女儿嫁给了比你优秀的男人吗？看人家首富随便动动手指头就给了我们1000万，你应该自卑死了吧？像你这种心机狭隘的废物，活该穷一辈子。这几天新闻上每天都在播放着季太太被找到的消息。谢谢大家关心，我最近身体一直比较虚弱，那天本来想出门给伯达准备惊喜，没想到意外晕倒在了路边，还好遇到了一对好心夫妻救了我，把我带回了家，让我能安然无恙的回来。柳如烟绘声绘色讲述着她失踪这段时间发生的事。接下来，柳如烟顶着季太太的身份到处挥金如土，每天不停地出入各种高档宴席，面对别人的吹捧和跪舔，脸上总带着得意的笑。以前的季太太虽然贵为首富夫人，但一直十分低调，很少在大众面前露脸。柳如烟如此高调的行事作风，明显跟真正的季太太截然不同。如此天差地别的变化，季伯达不可能没发现。可眼里一向容不得沙子的他，为什么一直在纵容？难道季伯达真的没发现柳如烟的身份？又或者说，他爱就是那张脸，无论是谁顶着那张脸，他都能接受？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，柳如烟突然回家了，一进家门就冲到我面前，狠狠一巴掌扇在我脸上。你这废物，竟敢坏我好事！你发什么疯？我什么时候坏你好事了？如烟，怎么回事？岳父狠狠瞪了我一眼。如烟，你快讲清楚，要是庄必凡真做了什么对你不利的事，我们帮你打死他。你这废物，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你心机这么深呢？说着，他拿出一张照片，声音尖锐道：说你为什么要去找季伯达，还跟他合照？你是不是跟他说了什么？我看着照片里的两人，正是我和季伯达，确定那照片没有任何 P 图的痕迹后，不解道：这照片哪来的？还装，这照片是我在季伯达书房看到的。听到这话，我更懵了。我根本就没见过季伯达，他为什么会把这张我从未拍过的照片珍藏在书房？你这死废物，还敢偷偷去见季伯达，想破坏我们的好事是吧？我压根就没见过季伯达，更没跟他拍过照，我不知道他这张照片哪来的，但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还狡辩，肯定是你看到如烟过上了富太太的生活，所以羡慕嫉妒恨，故意搞这些小动作，想毁了她的生活。不等我开口解释，柳如烟直接抽出水果刀，刀尖抵在我脸上。庄必凡，这些年你确实对我不错，也为我付出了一切，可这高不成低不就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。为了能过上富太太的生活，我豁出了一切，也能做尽一切。今天的地位是我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。说，你到底跟季伯达说了什么？我说了，我根本就没见过他，也什么都没跟他说过。闻言，柳如烟面色一沉，重重一刀刺入我的肩膀，钻心刺骨的痛席卷全身，让我连呼吸都颤抖不如。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小心眼的废物男，自己没用还见不得别人好。我们一家好不容易才过上有钱人的生活，你就来搞破坏，你怎么这么恶心呢？像你这种人就不配活在这世上。柳如烟还不解气，她看着我，满脸阴狠。既然你见不得我好，那你也别想好过。话扬起刀子，又狠狠扎向我的大腿。看着柳如烟那张狰狞的脸，我丝毫不怀疑自己会像上一世一样惨死在她手上。为什么这一世我已经在尽力避免重蹈覆辙，却还是落得这个下场？难道我注定要死在柳如烟手上？就在我以为自己会像上一世一样惨死时，大门却突然被猛地踹开。柳如烟，你真是活腻了！季伯达突然出现，并且第一时间喊出了柳如烟的真名。很显然，他已经知道了柳如烟的真实身份。柳如烟虽然心虚，但还是故作镇定地看着季伯达，含着泪道：伯达，你在叫谁呢？我是你太太啊。说着，柳如烟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了什么，立马丢掉手中刀子，慌乱地挤出眼泪解释：你是不是看我在这动刀子，所以气得叫错了我名字？我过来是想感谢一下我的2个恩人，结果这个男人想对我行不轨之事，我太生气了，一时冲动才这样的。见状，岳父第一时间开口道：季总，季太太说的没错，这畜生是我女婿，整天爱慕虚荣，好吃懒做，想方设法的攀附豪门。他看季太太身份尊贵，就对她动了歹心，想从中捞一笔。季太太这么做都是为了自保，你别怪她。是啊，季总，季太太对你忠贞不二，所以反抗起来也十分激动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太爱你了。
千万别因为这种畜生影响了你们夫妻的关系。事到如今，你们一家人还想狡辩？你们真以为我季伯达会蠢到连自己的妻子都认不出来？从你第一天顶着这张脸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冒牌货。我也知道那具尸体就是我的太太，而你柳如烟就是害死她的人。既然季伯达早就知道了一切真相，可为什么还任由柳如烟这样欺骗他？又为什么不给季太太报仇？他可是出了名的爱妻如命呢。见谎言彻底败露，岳母突然指着我尖叫：“季总，你误会了，这一切都是我女婿的主意，是他逼如烟整容的。”岳父也立刻附和：“对，如烟是被逼的。”是庄必凡心肠歹毒，想利用如烟欺骗你，掏空你的家产。听到岳父岳母的话，柳如烟像是抓住救命稻草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季总，我不想骗你的，这一切都是庄必凡一手策划的。他知道你深爱着季太太，又知道我跟季太太长相相似，所以逼我害死了季太太，还趁我熟睡时迷晕我，给我整了容。他一直有严重的家暴倾向，下手又很幼重，他的话我不敢不听啊。我这段时间心里每天都备受煎熬，我不想骗人，不想害你，更不想伤害季太太，可我实在是没办法啊。今天他特意叫我过来，就是想让我对你下手。他说只要你死了，我就能顺理成章继承你所有财产，到时候你的一切就都是他的了。我实在是受不了他这么丧心病狂，才拿刀想跟他拼了。本来我都打算好了，等这一切彻底结束，我就跟你坦白所有。这一切不能怪我啊。柳如烟说的声泪俱下，仿佛自己真的是那个被逼无奈的受害者。没错，季总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这些年不止我女儿，就连我们老两口都没少挨打。如烟真的是无辜的，你可千万别冤枉了好人啊。这些年我对他们掏心掏肺，有求必应，比对我自己都好。没想到我付出真心换来的，竟是如此决绝的无情背叛。就在我以为季伯达会听信岳父岳母的话，将怒火洒向我时，季伯达却忽然笑了，笑容冷冽，让人毛骨悚然。精彩，满口胡话，心肠歹毒，你们三个人是真该死啊！见季伯达明显要动真格，他们三个慌了。季总，我们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千万别被庄必凡这故作无辜的样子给骗了啊！然而面对他们的拼死诋毁，季伯达却置若罔闻。他快步走到我面前，心急如焚地看着我，声音关切至极：“放心，以后没有任何人能伤害你了。”在我的记忆，我并未跟季伯达有过任何交集，但此刻他却无视所有敌，满含担忧地看着我。我想问他为什么，我身上的伤势太重，我刚想开口就晕了。再次醒来，我已经躺在了一间非常豪华的房间里。我这是在哪？少爷，这里是季家庄园。听到这里，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震惊道：“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只是个医生而已，不是什么少爷。”面对我的震惊，他微微一笑，没再说话。就在我不明所以时，在手机上看到了霸榜热搜的头条，季伯达当众公布将名下所有资产全部转移给了我。看着这一切，我懵了。季伯达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为什么会突然将他名下所有财产全部转移给我？就在我满心不解时，季伯达知我苏醒的消息，匆忙赶来了。看到我，他激动不已：“少爷，你终于醒了，怎么样？身上还痛不痛？”我不解地问道：“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喊我少爷？”看着季伯达，我有太多的问题。我想知道，为什么他之前已经知道一切真相，却故作不知？为什么他明知道柳如烟是杀害他妻子的凶手？他跟你母亲白手起家，创造了属于他们的事业，但因为飞得太高太快，被商业对手给盯上了。在你出生那年，车子被人动了手脚，出了车祸，他们当场没了，你也从此下落不明，所以只能尽力将你爸妈留下的产业做大做强，想等找到你的那一天，为你双手奉上。幸好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妻子的失踪让我看到了你。我原本是打算去你家找柳如烟算账的，可看到你的那一刻，我就改变了主意。我知道柳如烟特意整成了我妻子的模样，是别有居心，但因为她是你的妻子，我不确定这一切是你授意指示的，还是另有隐情，所以我没拆穿这一切，而是一边任由她挥金如土，一边暗中调查你的一切，直到确定你就是我要找的人。听完季伯达的话，我才恍然大悟。难怪当时季伯达知道自己妻子死了，不仅没当成拆穿，还对柳如烟疼爱有加。原来这一切竟然都是因为我。你把我岳父岳母和柳如烟怎么样了？闻言，季伯达招了招手，一带上来，岳父惶恐的连连求饶：“季总，这一切都是误会啊！我们要是知道庄必凡是你要找的少爷，说什么也不会这样对他。这一切都是我女儿的主意，她一直就瞧不上庄必凡，天天抱怨他没出息，不能给他富贵生活，我们都是被他挑唆的。”岳母也对着我恳求道：“必凡，我的好女婿，其实我跟你爸都非常欣赏你的，你医术高超，年轻有为，又懂事孝顺，我们一直觉得你很优秀。就是我女儿有眼不识泰山，整天挑拨离间，在我们耳边说你坏话，才导致我们跟你的关系越来越差。这一切都是她的错，你原谅我跟你爸好不好？”岳母左一声女婿，右一口爸妈，语气诚恳又真挚，仿佛是真心拿我这个女婿当儿子。可我知道，他们只是怕了。听到他们的话，柳如烟瞪大双眼，满脸的不敢置信。这一刻，他才终于知道，岳父岳母并不是爱他，而是爱他能带来的利用价值。明明是你两个老不死的天天埋怨我没有嫁入豪门，说必凡是废物，配不上我，现在还有脸反过来怪我。是你自己有眼无珠，真正的富豪就在你身边，你不知道珍惜，天天就知道朝三暮四，攀附豪门。必凡多优秀的人啊，你怎么就瞧不上人家呢？现在好了吧，他拥有了季总的全部资产，现在是名正言顺的首富了，你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。
好好的首富夫人位置，就这么被你给做没了。面对岳父岳母的指责，柳如烟失去了理智。就是你们两个毁了我的富太太梦，我跟你们拼了！以前相亲相爱的三人，此刻仿佛成为了彼此最大的仇人，都用最残忍的方式，竭尽全力置对方于死地。我冷眼旁观的看着这一幕，无动于衷。这几年，他们教会了我一个道理：真心喂狗，善良是原罪。如今这出好戏，不过是他们过度贪婪种出的恶果。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